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是阿细人信奉并一直在遵循的生活方式。可以没有大富大贵，但是不能没有阿细跳跃；可以没有山珍海味，但是一定要有亲朋相聚。于是众人的欢乐就汇成了江海，生生不息，沸腾澎湃。祖先是这个是唐提手腕的东西啊，这个大沙蟹。在滇南山村可邑，一年四季最忙碌的人恐怕就是月星了，因为在这里，只要有男孩子出生，父母就会为他定制一把小的三弦琴，所以村里的每一把琴几乎都出自这位大三弦王的手。我这个做了40多年了。而且这个三弦比较快柔了嘛，就是。可邑村安静地坐落在喀斯特地貌的绵延群山中，是云南彝族阿细人的聚居地。始建于清朝初年的可邑村，保留了彝族阿细人传统的民居样貌。这里民风古朴，平和恬静。与这座大山深处寂静平和的村落寻常相映衬的，是一种热情奔放的舞蹈——阿细跳跃。以前的日子也过得比较难苦，所以阿细跳跃了嘛，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那个欢乐。极富感染力的旋律和欢快的舞蹈形式是阿细跳跃的精髓之处。升起篝火，弹起大三弦，阿细人可以连续跳上几天几夜。外部的人都惊奇，为什么一支简简单单的旋律，竟然能让他们如此的陶醉和投入。一听见三弦响，马上就地板就痒。可以说跳的叶亮升起来，大家说跳在地上黄红的粉，可以忘记吃饭，忘记喝水，忘记休息，就是一种很乐观的一种舞蹈给我们感觉。在阿细人居住的地方，不会阿细跳跃的男子是不会有女人爱的。正因如此，19岁那年准备谈恋爱的月星，做出了第一把大三弦，也学会了跳跃。你小伙子呢，谁跳得好，姑娘就爱上那个小伙子；你不会跳就收不到媳妇，是这样的。40年来，月星一直守护着这支被阿细人视若生命的节奏。他借助现代的制作工具，把大三弦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良。他的大三弦不仅在村里十分抢手，更远销13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做三弦和跳跃，新年伊始，可邑村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赛事。月星的表兄蒲向荣正在准备参加村里的摔跤比赛。我们阿细村是一百多年前就是摔跤这个历史是已经有了，年年都要摔跤嘛。阿细人喜欢举办与体育有关的群体活动。摔跤、斗牛都是他们热衷并拿手的项目。蒲向荣是村里远近闻名的摔跤好手，今天他要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高手们一较高下。
别步。好，先打，和比赛结果相比，更重要的是，对于天性热情好客的阿西人来说，这里是他们最快乐的相聚理由。那边摔跤的正热闹，这边跳跃的一刻也不停歇。今年70岁的高有玉，村里跳跃队里最年长的队员。50多年前，年轻的他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这支欢乐的舞蹈。阿西人常会用“世人不跳跃，白来世上活”，听见三弦响，心系脚板痒的谚语来表达他们对跳跃的喜爱之情。如今，高有玉虽说膝盖不再灵便，不再像小伙子们一样弹起三弦，通宵达旦地跳跃，但是只要三弦一响起，还是会让他激情快乐。越跳越激动，越跳越高兴。我们阿西村里最可爱、最喜欢、最欢快的就是跳大沙线。他经常把2岁的孙女儿带在身边，他相信阿西人血液里的舞蹈音乐基因能让孙女儿像自己小时候那样，在欢快乐观的熏陶中长大。我们是阿西村，阿西村的以前只是老狗代传下来，只是一个都不能忘记，一代传一代。作为村里年轻一代的跳跃人，在省城上学的吴晓明是在一次偶然的领悟中回到可艺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唱了一首我们民族的歌，以前我不觉得，但是后面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其实这种文化需要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平日里，村里的孩子大都在镇上读书，到周末，吴晓明就会把回家的孩子们组织起来，请来高有玉老人教授他们。吴晓明希望村里的后辈们能继承到最纯正的阿西跳跃。进入腊月，云南的乡村就进入了吃杀猪饭的时段，可艺村也不例外，家家户户都在张罗杀猪饭，宰猪杀羊，请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来吃一顿热热闹闹的杀猪饭，代表着日子的喜庆与一年的圆满。为了做好今年的杀猪饭，吴晓明的妈妈几天前就开始做准备。猪肉是杀猪菜的绝对主角，葱姜爆炒新鲜猪肉和下水是桌上的必备菜，也是在外多年的小武最怀念的家乡味道。做好的饭菜一直热在大锅里，在冬月里飘散着热腾腾的香气。桌子上的饭菜吃完了再添，碗碟永远不会空着。当亲戚朋友团聚在一起，阿西人一起举杯祝酒，新年的喜庆与热闹将人们团团围住。辛苦了一天的小武妈妈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一餐杀猪饭的意义，
就在于邻里亲朋相互关照，相互走动。一顿饭，一起做，一起吃，亲情友情就这样年年被记挂，绵延长久。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最喜欢了，山们、人们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再不就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了。我这时候去摆个寨子，我再不说，所以呢，我也这个地方是最满的一个地方了。我会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我会遇见你，在人海茫茫。我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巷。我会穿过时空，穿过无常，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我会陪着你，在人海茫茫。我会拥抱着你，穿过地久天长。我会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我会遇见你，在人海茫茫。我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巷。我会穿过时空，穿过无常，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我会陪着你，在人海茫茫。我会拥抱着你，穿过地久天长。